今年过年回家，我见了10几个朋友，有好几个人跟我说了同样的话。他们说，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，我不会结婚，就算结婚也不会生孩子。让我惊讶的是，明明前一年我回家见的是同一拨人，他们当时还在聊自己的孩子有多优秀，跑跑有多快，多么有艺术天赋，结果今年却异口同声地说了同样的话。有人说我人间清醒，做了正确的决定，一直没有结婚。也有人说我们当时都很懵懂，结婚也是稀里糊涂，我只不过是刚好没有遇到那个适合结婚的人而已。作为一个非常善于自省的 INFJ， 我反思了我过去20年的恋爱经历，因为我也想弄明白，到底是因为我运气不好没有遇到那个人呢，还是说其实这些都是我的自主选择。第一段是和我的高中同学，我们俩其实还挺有共同话题的，感情也很好，但问题就是我觉得他控制欲过强，他会限制我晚上几点睡觉。有一次就是过了睡觉的时间，我还挂在 QQ 上，他就大发雷霆。还有一次是我约会迟到了，他就用手凿天桥底下的柱子，差点都凿出血了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有点过于夸张的表演，但是我接受不了这样让我感觉有暴力倾向的人。分手之后，我有长达半年甚至1年的时间，我都在怀念他。但是我知道他的这个致命的缺点，至少对于我来讲是不能忍受的。第二段呢，是和我的同事，这一段就比较狗血了。分手原因是因为他劈腿，他是跟我在一起之后，他的前女友又来找他。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睡觉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他打来的，但是我接起来之后，并不是他直接跟我对话，而是他们2个人的对话。那天晚上他好像还喝多了。之后呢，我就把电话开着，我也没说话，就放在旁边，就直接睡觉去了。我有个朋友亲眼看到他跟他前女友在一起，但是他那天却跟我说他是跟他妈在一起。直到我跟他说是我朋友亲眼看到的，他才肯承认。就是他很像是那种滚刀肉，刀不架在脖子上，他是绝对不会说真话的。我们分手之后，他还给我打过电话，想要跟我复合，但我跟他说我现在已经有交往对象了，而且打算结婚了。其实也并没有，但是我就是想斩钉截铁的跟他彻底划分界限。我跟他分开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任何的依恋，因为他就是一个对不起我的人，所以他不会像上一段那样让我觉得一直怀念。我的第3段呢，是和朋友的朋友。这个人的问题就是他不自信，也没有安全感。其实我是那种一旦恋爱就会全情投入，有的时候甚至连别的男的都不会看一眼的人，但是他依然没有安全感。他不单不让我出去见普通朋友，连我的同性朋友他都不让我见。而且他的没有安全感还来自于当时在我的城市，他没有房没有车，他很担心如果我们俩的关系公开或者见了父母之后，我的父母会嫌弃他。所以其实我们俩相当于是一直地下恋。其实我见过他父母，也见过他家人，他的表妹结婚，我们还去参加了婚礼，但是他就是一直不敢见我的父母。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俩的相处模式是颠倒过来的，我更像是一个男生，而他像一个小女生，我需要去照顾他的情绪，去哄着他。后来我就是觉得太累了。当我跟他提出分手之后，我有一种重获新生的那种自由的感觉，但是我依然会怀念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光。我其实每次分手都会有那种痛彻心扉，感觉心上被挖掉一块肉的那种痛，但是不管再痛我都不会回头，因为我是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是绝对不会轻易说分手的。我一旦说了分手，那是我100%已经坚定了决心，绝对不可能回头的。其实从我前面的3段经历可以看出来，能够跟我开始恋爱都是熟人，不是同学同事就是朋友的朋友。所以国内的那种相亲模式，从一开始见面就是带着结婚为目的来的，就很不适合我。我上一期聊到的国外的这种
dating 模式，他们是两个人先接触，足够了解了，可能也只是刚是 exclusive 的关系，直到决定再继续发展了才会定义男女朋友，所以这个节奏是非常慢的。但是在国内的相亲，就是见个2-3面之后，你好像就要跟这个人决定你们俩是否要奔着结婚去，对于我来讲实在是太快了。其实我的相亲对象里面也有我们一开始相处很愉快的，但最终都是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没有能够继续的。比方说有一个是我的同事给我介绍的，这个人也跟我们在一个园区工作，他是世俗意义上的比较成功的那种人，名校名企，有绿卡，有海外工作经验，而且还是他们公司在亚太区的 Center Lead。我觉得我们算是很同频的人，而且他是能够给我很多很好的建议的。我每次在工作上有任何问题的时候，我都喜欢跟他去探讨。当我做什么决定的时候，他都非常的支持。有的时候甚至我只是有一个想法，但还不确定要不要这么做的时候，他会帮我把我的思路厘清，而且最后说的好像我不去做这件事儿都不应该的样子。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鼓励，就是变得特别有自信。但是呢，也还是节奏的问题。我们一开始相处主要就是下班以后，因为公司离得很近，他会来接我，我们一块儿去吃晚饭，然后在海边溜达。在几次约会之后，他有一天说，我朋友刚从日本给我寄来了一个镜头，我想给你拍照。虽然他说的拍照是我们一块儿出去玩，是在室外拍，但是我依然觉得拍照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，我会有点不好意思。我觉得得是关系跟我非常近的人，我才愿意让他专程的给我拍照。但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好像不太善于沟通，我没有把我的这种想法跟他讲。然后呢，在我拒绝了他之后，那天下午我还跟我的朋友出去玩，并且还发了朋友圈，他也就看到了，所以他就会自然而然的认为我拒绝了他，但是我又跟别的朋友出去，那可能我就是对他不感兴趣吧。之后他就没有再来找我了。但是因为我当时也没有说对这个人很上头，就只是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人生导师，是一个不错的朋友，所以他没来找我，我也就再没有找他。然后大概差不多1年之后吧，我因为工作上的事儿，我还是想找他聊一聊，所以我就跟他约。我那次好像是因为我想离职去北京创业嘛，所以我就想跟他聊聊这件事儿。但是我约他呢，他只跟我约中午吃饭的时间，而且还因为他开会，我们改约了好几次。我就问他，你为什么只约中午？你晚上不行吗？他说我下班得回家带娃。真的好快啊。也就是说，当时他发现我不靠谱之后，他就立马找了一个人结婚，然后生了孩子。或者也许他当时本来就是在同时见好几个人吧，最后留下了一个，并且迅速把孩子生了。所以其实我也不后悔当时没有跟他把话说清楚，因为很明显他也并不是一个能够等我的节奏的人。但是这个人我其实现在依然还有联系，因为我确实觉得我们是同频的人，而且他会给我带来很多思想上的火花。比如我开通 YouTube 频道，其实就是他给我的建议。我还有一个相亲对象是当时我们园区举办了一个相亲大会，来参加的人都是周边各个公司的。他呢，其实当时是在澳洲工作，但是被临时派回来支持一个项目。我们当时这个相亲大会就是先做一轮自我介绍，之后就类似于8分钟交友那样，就是男女互相走到你感兴趣的那个人的旁边，然后跟他聊天。当他走过来坐下的时候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该聊什么，我说就先加微信再说吧。结果加微信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刚从台湾回来，而我也刚好是刚从台湾玩了一圈回来的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俩就
聊了很多旅行方面的事情，就觉得还挺聊得来的。后来他才说，其实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，他就觉得我是一个气场很强大的人，甚至有点盖过了今天的主持人。但是同样的话在另外的一个人嘴里说出来就不是这样。当时现场还有一个警察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混进来的，因为我们明明这个圈里边全都是这些外企的人，但是他作为一个警察也参与其中。是主持人让女生先选择，因为我其实在他们做了一轮自我介绍之后并没有特别感兴趣的人，所以我就一直站着等，最后是看谁身边没有人过去我才过去坐下的。结果我一坐下去了之后，这个警察叔叔就跟我说，小姑娘，别看你挺能白活的，你一看就是没有什么生活阅历的。同样的一个表现，在两个不同的人眼里边，给他们的感受就是不一样的。后来在相亲大会结束之后，这个人就说他要回去加个班，能不能约我一起吃个晚饭。再之后我们俩就约了好几次出去溜达，而且还有一次是我们俩正在溜达的时候，我爸开车刚好路过，我都不知道，是我爸给我发了个微信说这小伙不错。我觉得特别的尴尬。回家之后我就只能跟他坦白这个人我是怎么认识的，他的背景巴拉巴拉的。我爸本来以为这事儿能成，结果后来还是没有继续。我跟这个人说我喜欢小野丽莎，然后刚巧在那段时间小野丽莎来我的城市开了一次歌友会，他就搞到了票，然后带我一块儿去。但是整个歌友会的过程我却完全不能够 enjoy， 因为我感觉好像速度又有点快了。在歌友会之后我们俩聊了很长时间，他跟我说，首先他喜欢性格强势的另外一方，比如他的前女友是个四川人，什么事儿喜欢说的算，他就很服从。其次呢，像我这样有很多朋友的人，如果真的到了国外可能会觉得无聊，所以他愿意为了我转回国内来工作。我觉得这两点完全踩错了点儿。我其实是一个外强中干，看起来很强势，但实际在恋爱中极其的恋爱脑，极其上头，而且有的时候会患得患失，而且特别不喜欢要求别人做事情的一个人。其次呢，就是一个非常潜意识的原因，就是虽然我正式的出国决定其实是在我34岁那一年才做出来的，但其实我在每次相亲的时候，我好像都会考虑对方会不会讲英语这件事情。说我之前的相亲对象都是医院的、部队的、国企的、学校的，或者是搞房地产的，就是那种体制内或者是很稳定的行业。但是我跟他们相处的时候，我总觉得如果未来有一天我要出国了，这些人应该不会跟我出去吧。就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奇怪。因为我自从大学毕业，因为我之前的视频有讲过，我是在大学毕业之前有出国的想法，但是因为我朋友最后没有跟我一起去，这个计划也就搁浅了。而且我一直不觉得我这辈子还有机会出去，但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在相亲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人不在我未来的路上。所以转回来讲这个澳洲回来的相亲男，他说他可以为了我回国，但其实我是一个想出去的人呐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完全不了解我，他对我的认识也完全是跑偏的。后来我们也就没有再联系了。我在出国之前准备雅思和 GMAT 的时候，我的一个朋友看我准备的这么痛苦，还跟我说，你想要出国找个老外不就行了吗？我当时特别的惊讶。我其实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通过别人去得到一件我想要得到的东西，因为我一直觉得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东西，当我将来不想要的时候，
即使扔了，我也不会觉得对不起任何人。所以这些就是当时在国内除了那个劈腿的以外，相对来讲算是靠谱的一些经历。不靠谱的那就多了去了。在加拿大我有过一段相对来讲也许算是有发展可能的吧，他是我在 dating app 上认识的，但我们见了面之后自报家门，发现都是在同一个行业工作，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共同话题。而且最主要的是，当我跟他说我未来2年有可能去荷兰工作的时候，他说那你带我一起去吧。我当时眼睛都亮了，因为我跟其他的相亲对象在讲这件事的时候，大家就感觉我是在做梦，但是这个人却跟我说他会跟我一起去，并且他也确实是有这个能力的。因为他的前女友就是被加拿大的一个银行派到伦敦去工作了1年，他就跟着他前女友去伦敦待了1年。因为他是完全可以 work from home 的，所以他那1年就是走美国时间 work from home， 所以他是有他的实际经历做背书的。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人我们可以发展。但后来呢，我发现岁数太大的可能真的不行。我跟我朋友去玩 VR， 去密室逃脱，他都参与不了。然后明明在相亲软件上他放了一张滑雪的图片，但是我跟我朋友去滑雪，他一次都没有参与过。他1个月在美国待2周，在加拿大待2周。我们的约会除了聊天和吃饭，好像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做。最主要的是他其实给我画了很多的大饼，但是都没有实现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人还是不靠谱。我后来就提出了分手，也还是一样，分手的时候有种撕心裂肺的痛。跟他分手的之后的1年，我就真的来到了欧洲。我在西班牙发的第1条 ins， 他也给我点了赞。我在西班牙约会见了没有10个也有8个，有一个比较靠谱的吧，他在第1次见面就教我西语。当然这件事情所有的西班牙人跟我第1次约会的时候都会做，但他会非常细致的纠正我的发音，就直到我把这个单词说的完全正确他才罢休的那种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人还挺有责任心的。后来就是我们才认识了不到1个多月吧，他就陪我去做了胃镜检查。是我后来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愿意照顾我的人，而我很多时候表现出来了不需要他照顾的状态。每次去他家的时候，他都让我坐在沙发上不要动，我要吃什么喝什么看什么就只要叫他就行了。有一次让他带我去宜家买一个小架子，需要自己回来搭的那种，他就问了我好几次，你真的不需要我帮忙吗？我说不用，我说我在加拿大的时候，我搬完家，我的床和沙发和桌子椅子都是我自己搭的，就这个小破架子根本用不着你。而且他好几次跟我确认，你是不是上学的时候是好学生？我说是。就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生怕我不需要他，生怕我比他聪明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其实在生活上也有很多不能协调的地方。比方说我是一个 early bird， 我到周末的时候都会早上6、7点就醒了，但他是平时每天都要睡到10点的人。我们俩在饮食上，我是尽量避免吃 gluten 的食物的，但是他是每一顿必有 gluten。 你真的是需要通过相处才能够知道你跟这个人到底合不合适。有的人说过了一定的年龄就没有爱人的能力了，就没有激情了，但我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在我身上不存在。我即使40多岁了，我恋爱的时候我还是上头，我分手的时候我还是心痛。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唯一变化的是我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可能会在前期做筛选的时候快速的判断。当感情真正来的时候，我的状态还是跟我20多岁的时候是一样的。
回到开头我讲的我那些朋友，我其实问过他们，为什么你们是到现在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，觉得不应该生孩子或者不应该结婚。他们说是因为在你年轻的时候，在你还没有拥有的时候，你以为你需要一个家庭，你需要另外一半，你需要一个孩子。但是当你真正能够自己撑起一个家庭，在工作上也独当一面的时候，你才发现有很多事情你是可以靠自己去完成的，甚至有的时候另外一半反而是你的猪队友。而且现在孩子越来越大，可能也不需要以前那样全身心的去照顾他，所以你有了更多的自己的时间来思考自己的人生，然后就会觉得如果现在我没有孩子没有家庭，那得是多自由多开心呢。真的就是围城吧，在里边的人想跳出来，在外边的人想进去。但我想进的并不是婚姻，而是找一个灵魂伴侣。我现在的标准就是我找一个人首先不能降低我的生活质量。有的时候我因为太长时间自己一个人惯了，我甚至旁边躺一个人我都睡不着觉。我就算找到了，可能我会选择分房睡吧。今天聊的就是过去这20年我相对靠谱的一些恋爱经历。下一期呢，我可以总结一下那些不靠谱的，大家可以就当笑话听吧。如果你也觉得人生在任何阶段重新开始都不算晚，那么你可能会对我35岁才第一次留学加拿大，40岁又搬到西班牙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感兴趣。之后我会分享更多我的真实经历和人生感悟。我们下期再见喽。